痛斥袁腾飞和所有海内外的反动公知、恨国党、带路党、反贼、独轮运分子、反体制的官二代、富二代们。袁腾飞、袁瞎子，我做这个视频就是专门来骂你这些数典忘祖的王八蛋的。像你们这种不忠不义的卖国求人的人渣垃圾，死了之后啊，连你们的祖宗都不会认你们的。你们这帮恨国党、带路党的下场，就只有被消灭、下地狱、做孤魂野鬼。从古到今，卖国求荣的汉奸、卖国贼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，都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唾弃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们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并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。你们的美国野爹快不行了，像你这种垃圾人渣就没有地方领狗粮了，真可怜啊！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！咦，你的眼睛怎么是一只大一只小呢？这就是你卖国求人、做恨国党、带路党和反贼的报应啊！我看你的另外一只眼睛也快要瞎了，你马上就要和真瞎子陈光诚做难兄难弟了！哈哈哈！你在12月2号的视频里边拼命的骂李毅教授和武统派，说什么主张武统的不是蠢就是坏，说李毅是华尔街资本的代理人，整天就想着打仗发战争财。你真会倒打一耙栽一赃陷害啊！这就是你们那帮带路党、恨国党的套路。你还在另外一个视频里边啊，满嘴骂着你妈的生殖器，满口喷粪的对李毅骂娘。就是因为李毅说了美国新冠肺炎死了25万人，中国才死了4000多，等于没死人。你是不是心疼你美国野爹死的人太多了？你美国野爹又不要你这种白痴垃圾去投奔跪舔，对吧？去不了美国，你还真就那么不要脸的想做精神美国人吗？拼命的造谣抹黑中国政府，并且还恶毒诋毁攻击开国领袖毛主席，我们中国读书人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你懂得什么叫做忠义吗？什么叫做民族大义吗？什么是读书人的气节和风骨吗？什么叫做不食嗟来之食吗？没有毛主席那一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新中国，解放了广大的中国穷苦老百姓，你要么被吸毒成瘾、穷困潦倒的爹给卖了换鸦片抽，要么就是早就被饿死或病死了。解放前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就只有35岁。婴儿的夭折率奇高，95%以上的人都是文盲。你哪里有机会吃饱喝足，读了点破野史就来网上喷粪呢？你被你爹卖了，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在主人家做牛做马，劳作致死，这就是你的命。你还到处吹嘘什么民国的黄金10年？你知道美国的中学历史课本是怎么评价老蒋的吗？他们说老蒋腐败、投机、邪恶、残忍而又无能，是个必性气的人。老蒋的美国主子打心眼里边瞧不起老蒋，抛弃了老蒋。你这种白痴果粉还有脸到处为那个腐败、邪恶、残酷、压迫人民的前朝涂脂抹粉吗？我告诉你，是中国人民彻底抛弃了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和老蒋，选择了共产党。你这种白痴没有文化，却还装着有文化，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搞不清楚，真是让人所不齿啊！你还骂司马南啊，头上一大坨白头发，说他老而不死是为贼。你自己不会老吗？我看你头上那几根猴屁股毛不也发白了吗？你还骂了我们可爱的张虎菊、政委金灿荣啊！另外你还说广大的爱国小粉红是文盲，不懂历史没文化。我看你自己才是不懂历史没文化吧？你读的那些破野史都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吗？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就是个读了点破野史的北京街头的小痞子、小流氓，不学无术。你有什么资格骂别人不懂历史没文化？你还骂李毅教授不是蠢就是坏，我看你才是又蠢又坏。你就看了几本破野史，就敢在油管里面满嘴喷粪的去忽悠和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吗？你知不知道天下虽安，望战必危的古训吗？你还说什么中原王朝从来不轻启战端，因为得不到经济利益，打仗不划算，如何如何。但你转过头来，你就自己打自己的脸，打得啪啪响啊！说中国历史上汉武帝刘彻、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成祖朱棣发动了3次对游牧民族的战争。那按照你那个没有文化的思路混乱的奇葩逻辑来说说看，那3位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为什么要去发动和游牧民族的战争呢？
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地缘政治，还是为了所谓的经济利益呢？大陆为什么就不能武统台湾呢？国家的安全和地缘战略是能用经济利益来衡量的吗？说你是白痴，一点没说错啊！你回去好好读点正史吧，别净看那些没有营养的野史了。用经济利益去衡量国家安全和地缘战略，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。像你这种一只大眼一只小眼的半残废，恨国党、带路党、半瓶水晃荡不学无术的白痴，肯定是拿了台独伪政府的脏钱来骂国内的武统派，或者最多是个台独的外围间谍。像你这种水平的白痴就只能当个外围间谍，就已经是很抬举你了。我看共产党对你们这些无耻卑贱的恨国党、带路党、网络流氓也是太客气了。毛主席早就说过，路线错了，知识越多越反动，就是针对你这种人的。你不是到处吹嘘自己饱读史书吗？方孝孺被朱棣诛10族你知道吧？满清历代的几次文字狱，每次都杀得人头滚滚，你也知道吧？如果你在大明或者满清，你这种没有功名的草根反贼的下场就是被夷9族。你这种垃圾是没有资格被夷10族的，那是大儒方孝孺才有资格享受的。你本人将会被凌迟处死，3600刀以上啊！你们那帮人不就是想推翻共产党，趁乱上台，幻想着自己可以像过去几千年一样，认为自己读了点破书就可以继续骑在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，当士大夫统治阶级了吗？我告诉你，那是痴心妄想。你们那帮恨国党、带路党、反贼都是无知的怂货、草包、软蛋。你们卖国求荣的汉奸的丑恶嘴脸我们中国人民早就看透了。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共产党早就应该把你们这种没文化、只知道满嘴粗话、满嘴喷粪的恨国党、带路党、街头小痞子都抓起来判刑，至少判20年以上，都发配去青海、新疆劳动改造，用你们的汗水和泪水来洗刷你们肮脏、下作、阴险、丑恶的灵魂。你这么个不学无术、半瓶水晃的流氓白痴，还到处装模作样的装着有文化来忽悠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，我看你还是滚回你妈的肚子里重新投胎吧。估计你投胎也做不了人了，只能做畜生或恶鬼，说不定还要下18层地狱。中国大陆社会各种矛盾确实存在，也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政府都一直在不断的改善之中，老百姓的生活也在不断的提高。但是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哪种政治制度是完美的？没有完美的制度，社会矛盾到处都有。自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，全世界以你们美国野爹为首的反华势力就是中共最大的反对党，他们时时刻刻都把共产党盯得死死的，稍微有点问题就横加指责，然后就制裁。共产党不敢犯一点错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颠覆政权，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才走到今天。我们中国政府确实需要不同的声音和各方面的监督，才能不断的完善自我，但前提必须是善意的提醒和建议，而不是抱着颠覆政府的险恶用心进行恶意的造谣攻击和抹黑谩骂。否则我们国家如果乱了，最倒霉的还是我们广大的普通老百姓。大家看看中东和其他那些被美帝颜色革命过的国家吧，有几个是好的？比如伊拉克、阿富汗、乌克兰，还包括那些南美洲以及非洲的各个国家，那些照搬美式民主制度的国家，没有一个是好的，都是经济崩溃、国破家亡，民众互不信任、互相攻击，内战不断，民不聊生。美式民主的这种垃圾政治制度，你们这群白痴的恨国党、带路党还当宝贝一样的供起来，整天的到处吹嘘，真是蠢到家了。你们国粉所吹嘘的美国早就玩过了是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了，结果就是国力越来越弱。在袁世凯死了之后，军阀混战10多年，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老百姓苦不堪言。这就给了小日本侵华的机会。事实证明，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不适合中国社会。所以说你们这些恨国党、带路党都是一群白痴和废物，我说的一点没错。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埋头苦干，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和累，现在眼看我们就要超过你们的美国野爹，重新做回世界老大了。我们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支持中国共产党，所以你们那帮恨国党、带路党就别痴心妄想了，死了那条心吧。
你跪舔的美国也爹这次大选花了纳税人140多亿的美刀的血汗钱，到现在还没有官宣到底谁赢了大选。前段时间川普100万粉丝上街游行，互相斗殴，还动了刀子见血了。今后美国会经常出现这种大规模的骚乱、零元购，甚至内战、国家分裂，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看笑话。你说你们美国也爹所吹嘘的民主自由，不是把自己给玩崩溃了吗？说白了，美国就是一群全世界各地的 loser， 在本国混不下去了，走投无路之下，为了利益而聚合在北美的一群乌合之众而已。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和历史的传承，哪天美国这个国家不能给他们那帮 loser 以及后代的利益了，那帮人立刻做鸟兽散。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我们拭目以待。